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恋物癖连环杀手的真实事件，他就是来自美国的杰里·布鲁多斯，他杀害了至少4名女性，只是为了女性脚下的高跟鞋。从小扭曲的心理，逐渐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变态杀人狂。布鲁多斯出生于1939年的1月31日。小时候，父母经常搬家，在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南达科他州的3个地方来回住。布鲁多斯是家中最小的一个，他的母亲一直想要个女孩，对他的出生感到非常不满。母亲还不断对他进行身体和生理上的虐待，还会把他打扮成女孩羞辱他。5岁时，布鲁多斯在垃圾场玩，发现了一双女人的高跟鞋，于是开始迷恋了起来。他把高跟鞋带回家试穿，被母亲发现后，母亲大怒，弄坏了鞋子还辱骂他。他还从1年级的老师那里偷来了一对高跟鞋表演，并且喜欢从邻居家偷走女性内衣。随着时间的推移，布鲁多斯对女性用品的迷恋与日俱增，甚至产生了对女性的暴力幻想。后来，高跟鞋和女性内衣在他未来的谋杀热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精神学家在他的一生的后期对其进行了检查，认为他的暴力幻想围绕着为母亲报仇的迫切愿望。在布鲁多斯10岁的时候，他开始纠缠当地的女性，打晕她们，然后把她们的鞋子脱下来拿走。在17岁的时候，他殴打并威胁一名年轻女子，强迫她脱掉所有的衣服，给她拍完照才肯放她走。不满足于他的要求，就要刺死她。布鲁多斯被捕后，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治疗了9个月，在那里他接受了精神病学评估，并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做过一期关于小丑连环杀手盖西的视频吗？布鲁多斯也是一样的，他们的暴力行为和危险的心理健康状态并没有阻止他们和正常人一样建立恋爱关系、结婚生子。除了在拍照的时候让妻子穿上高跟鞋，布鲁多斯竟然要求妻子做家务的时候裸着身体。大概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抱怨头痛，只能通过夜里偷鞋子和女性的内衣来缓解症状。布鲁多斯将女性的角色作为逃避的一种形式。更变态的是，布鲁多斯将受害者的鞋子、内衣和尸体暂时存放在一个车库中，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妻子也像被洗脑了一样，遵照他的命令，未经布鲁多斯的允许就不能进入他们家的车库或者阁楼里。甚至有邻居声称看到妻子帮助布鲁多斯运送了一名受害者，但是邻居的证词被抹黑了，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他参与了谋杀。在1968年至1969年之间，布鲁多斯殴打并勒死了4名年轻的女性，其中1名受害者是19岁的琳达，她是一名销售员，在1968年的1月敲开了布鲁多斯家的门，当时妻子和孩子都在家。布鲁多斯将受害者引诱到地下室，用木板将他撞倒并勒死了他。他给受害者穿上自己偷来的不同的女性内衣和鞋子，以挑衅的姿势摆弄她的身体，还用钢锯锯掉她的左脚，放在冰柜里，用来给她的高跟鞋系列建模型。最后，他把尸体丢到了河里。1968年5月，18岁的卡伦在一家百货公司门口的停车场被绑架。布鲁多斯穿着女装，把受害者带到车库，试穿她的内衣，给她摆各种姿势拍照，最后将她用滑轮勒死了。布鲁多斯与受害者发生了多次关系，并割下了她的胸部制作模具，最后的下场也是抛尸到河里。还有名受害者是23岁的苏珊，她的汽车在5号洲际公路抛锚了，布鲁多斯主动要求开车送她，于是在车上用皮带将苏珊勒死并奸尸。尸体的遭遇和前一位受害者差不多，也被割下了胸部作为模具，最后与一名受害者琳达的脚一起扔进了河里。22岁的萨利也在停车场被绑架，并且带到了布鲁多斯的车库，在那里他强奸并勒死了他。在谋杀后，布鲁多斯都会穿着高跟鞋并自卫，玩弄过后就将尸体扔进河里。不同的是，这次他没有切掉受害者的胸部，因为她们太美了。布鲁多斯竟然多次驱使电流通过受害者的身体，试图将胸部跳动起来，但都失败了。1969年的5月，一名渔夫在河中发现了2名女性的尸体。警察搜索了附近可疑男子的时候，还查到了布鲁多斯。经过了一名逃脱魔爪的女性指认，警方得到了搜查令，在他的车库中发现了绑尸体的绳索。他还有无数名女性尸体的照片，这些女性处于各种着装和肢解的状态，以及一些被切断的肢体。布鲁多斯热爱摄影，即使拍摄的照片都是自己杀死的女性尸体，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名艺术家。最终，布鲁多斯认罪被罚，变态连环谋杀案从此终结。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这个恋物癖杀人狂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哦。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再见啦。